如何帮赵公明解决问题，李长寿其实早就准备好了方案。此刻他直接拿出了一支卷轴，开始阐述自己的想法。此时金光圣母也知两个人并不适合做道侣，他们在金鳌岛的观赏龙宝池旁相谈时定下过约定，若互相觉得不合适呢，就不去勉强彼此。这条后路其实也是出自李长寿当年给火灵圣母的锦囊。而今赵公明与金光圣母走到了这一步，李长寿拿出了这一套方案，已算是功成圆满。世上哪能都是彼此喜欢又互相适合的有情人呢？半数的感情都是年轻时谈是否喜欢，年长后看是否合适，洪荒亦然。有情人终成眷属，对部分生灵而言，终究不过是一句美好祝愿。只是老弟啊，把分离之事如此大操大办，是不是有些夸张了？现在也没人知道我跟金光师妹。莫忘了多宝师兄的土洞神通。赵公明先是一愣，而后额头挂满了黑线。一旁孔宣掐指推算一二，随后也是禁不住笑出声来，连说有趣。兜率宫树荫下，刚将太极图收起，看完了戏，准备修行一阵的某青年道者突然就皱起了剑眉。今天的风儿怎么又开始喧嚣了呢？商国即将兴起，封神大劫还会远吗？因与他这个天庭水神定下了3道仙气，那有情悬崖的长嫂简狄已将腹中孩儿命名为气。若李长寿推算自己的记忆没有出错，气应该就是商国之祖。接下来按天道之引，简狄将会带领红灵国残众前往南赡部洲东北部，在那里建立新国都。商至汤而兴，气为商祖，汤为其后人，也是下一任人族的共主。李长寿虽然只是叮嘱孔宣护持新国100年，但听孔宣所说，他应该是要在新国久住了。凤族现在呢，也就孔宣与那只小孔雀，搬家自是无比简单。且他们凤族是靠血脉提升实力，凡俗污浊气息也无法影响道基，在凡间住个700-800年的并不算什么大事。李长寿不由得回想往昔，他距离封神大劫竟然这么近。原本觉得南州俗世中商国影子都没有，还是夏国之后仙朝林立的阶段，中神州众仙门将自己的影响力投射到南赡部洲，左右人族命脉的依然是掌握了力量的一小撮人族生灵，立在人族最高点的还是道门。从这种情形去判断，封神劫难怎么看最少也应该还有几千年才会到来。没想到啊，李长寿一直去寻找封神大劫即将到来的前奏，事到临头自己也成了其中的一小段旋律，这种感觉倒也是颇为奇妙，但同样也让李长寿有些惆怅。他还真成了洪荒天道一块砖，哪里需要就被天道往哪里搬。接下来必须开始撩拨天道，做些对天道底线的尝试了。被动等待始终不如稳妥的主动出手。在封神大劫开始之前，能否完全灭杀陆压，也是李长寿此时最想得到结果之事。若是灭不了陆压，无论是什么因素导致的，都证明自己无法大幅度更改封神大劫的结果。今后努力的方向就是保全赵大爷和3仙道。这是为了保全道门之元气啊，寿之正义面容。若能顺利灭了陆压，且后面让哪吒和尚未出世的敖丙成就一段感天动地的兄弟情，李长寿还真就敢送西方教上封神榜，为道门保留一大批高手。至于上天庭得正神之位，有可能会让西方影响到天道运转之事，只给西方一小部分不重要的神位，就可以轻松地解决这个隐患。
重要的神位自然还是要道门高手把持，无他，信得过罢了。比如8部正神中的斗部正神，可以把斗部的普通神位给西方之人，然后由道门高手担任负责管理斗部众神的正神神位。反正西方教被迫改为佛门后，那么多佛菩萨闲着也是闲着，对天道运转也没什么帮助。有一说一啊，出于为道祖老爷减负、为天地稳定的角度考虑，封神大劫将西方纳入应劫范围，是一件很有必要且很有意义之事。当然了，这些只是空想，且是最理想的状态。稳妥起见，李长寿必须考虑更多不理想的局面，即封神大劫自己无法做出任何改变，或者自己此时的所作所为所有算计都在促使剧本朝着原本封神大劫而去，那李长寿就不得不做最后一手准备。原本封神故事中，赵公明身死，三霄一怒摆下九曲黄河大阵，削去了大半12金仙的道行修为，引来圣人出手。碧霄琼霄身死，魂魄进入封神榜，云霄仙子被老子用乾坤图卷住，压去了昆仑山麒麟崖下。果然呢，稍后还是要去麒麟崖那边布置一番，跟阐教也必须发展一点友谊，最好让他们欠我几个人情，到时候真的算计封神失败，我也能请人搭把手，把云霄仙子在麒麟崖下救出来。不过李长寿的心神挪回本体一阵，看着自己储物法宝中静静躺着的落宝铜钱，封神如何不可改？且说李长寿的水神马甲儿与孔宣、赵公明喝酒聊天，兴致正浓时，红林国王都城再次安静下来。渡仙门大部分仙人已经回返山门，只有几位天仙带着30余位真仙执事在城中安抚伤者，救助凡人，并帮有清玄雅料理家中后事。有天庭水神一句话，道为仙宗自不敢为难红林国王族，且主动约束2个部族的大军放缓攻势。有清玄雅的母亲也算明事理，并未提任何多余的要求，表示能够死里逃生，得以延续血脉，已是最大的幸事。他只是命人带上了一些宫中的财物，带上了对红林国王族忠心耿耿的几个家族，数千兵将，收拾起了王族的部分财物，连夜离开王都城。有不少城中凡人因恐慌战事而自发跟随，最后倒也汇聚了10多万人。这些都是商国最初的根基。长寿师兄，耳旁传来轻声呼唤，大半心神寄托在水神指导人身上，与赵公明谈论如何操办分手大典的李长寿，挪回了部分心神，回到了王宫附近，缓缓睁开眼。有清玄雅已经换上了她那一件火红长裙，宛若拂晓时提前降临的朝霞，自半空飞来，轻盈地落到李长寿的身前，而后抿嘴低眉，有些欲言又止。怎么了？可是又遇到了什么难事？并未。有清玄雅传声，家中遭了这般变故，我想多陪母亲一段时日，但母亲却让我立刻返回门内，说我不应与凡尘有更多牵连。你母亲说的不错，你修为境界还不算太高，道心依然容易被凡俗的浊气污染。斩断尘缘这4个字，同样是知易行难。你若想在凡俗留几年，我去帮你劝说几句吧。不了，师兄，此件事了，我这就回山中去吧。有清玄雅看了眼狼烟暂息的城池，喃喃道：稍后我还要去天庭求见水神大人。今夜水神与师兄的救命之恩，也不知该如何才能回报。上次渡仙门埋伏妖族之战，有清玄雅就已经知道水神就是李长寿。李长寿笑道：不要因为此事心有压力，若明日我遇到麻烦，你能同样为我站出来，其实就足够了。
玄雅绝不会辜负师兄半分。他说这个话的时候，眸子当真比最璀璨的星辰还要闪亮。李长寿能够感觉得出，此时有清玄雅的心境比今夜之前多了些什么，又少了些什么。他如果能够借此机会道心有所蜕变，那也是一件好事。心底泛起少许念头，李长寿正色道：可要随我去地府走一趟？啊，现在就动身吗？有清玄雅想都没想就点头答应了。李长寿左手缓缓张开，露出2只摄魂珠，其中一颗摄魂珠中溢出了少许业障。有清玄雅瞧了眼就失声喊道：父王。其他数十个魂魄是你母亲那些护卫，他们此前拼死相搏，忠心之义令人钦佩。我在地府也认识几位朋友，可以帮你去问一问，能否让你父王少受一些罪。他身上的业障当真是太多了一些，要在18层地狱不知道待多久。有清玄雅抿了抿嘴唇，低声道：虽然为人子女不当受这些，但父王能有魂魄留存已是天大幸事，还请师兄勿要为难。善。李长寿缓缓点头，与有清玄雅一同驾云，径直离开了这一座糟乱了一夜的城池。李长寿飞得并不算快，本体早已经回归小琼峰，此时留下的还是那一句本体只道人。如无必要，本体自不可在外久留，最大可能降低意外情形出现的概率。哦，对了，那名面甲女子你可杀了？有清玄雅点头答应一声。她是什么身份？我并未问询。哦，你莫非不想知她是何人？为何要报复你们有清一族？不想去斩草除根吗？有清玄雅思索一二，轻声道：她是元清的表妹，出身临近小国中的世俗权贵，自小就对元清生有情愫。我摘下她面具时就已认出了，元清居心叵测，被我灭杀死有余辜。他们一族意图反叛，也被父王所清剿。这些都已是前世了，也是今夜之因。若我问了他的来路，有情一族剩下的人又将会背负起这段恨意。事已这般，又何必继续下去？李长寿倒是微微一愣，看着眼前这个本已经十分熟悉，此刻却又有一丝丝陌生的同门师妹。正此时，太阳星自海面探出了头，今日第一缕阳光照耀在他身上，他那修长的脖颈，白皙的肌肤，带着几分疲累的清冷面容，闪耀着李长寿有些看不懂的光芒。李长寿心底一阵暗赞，尚在娘胎中准备迎接人世间的陛下呀，天庭这一次可能真的捡到宝了。师兄，怎么了吗？哦，无事。李长寿负手而立，迎着那冬天刚升的太阳星，嘴角挂上了淡淡的笑意。这一次去地府，只是安排凡俗中一个小国的国主，渡仙门门人李长寿这个身份就足够用了。这一路虽然平静，却又不太平静。他带着有清玄雅赶路时，有清玄雅紧绷的那一根心弦渐渐地松开，与他言说几句，就坐在云上低头睡了过去。但是另一边，孔宣赶去护持红林国王族后，赵大爷满心激动，拉着李长寿就跑去海神庙中，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分手庆典。赵公明自然是想明白了，他与金光圣母这一段无疾而终的道侣关系，需要尽快地对截教上下解释清楚。若是一声不响就这般分开，不但影响金光圣母的声名，还会让人误会他赵公明的品性，给截教抹黑。海神庙后堂，赵公明搓着大手不断踱步。哎呀，这事儿必须办得漂亮，把上次偷看了那些同门都请来。这凡俗夫妻成婚不都是要拜天地吗？老爹，你帮老哥想想怎么反其道而行。还有
凡俗夫妻成婚不都是穿喜袍吗？咱们不行就穿黑袍。侧旁，李长寿单手扶着额头，看赵大爷如此兴奋，他还真以为这赵大爷是有了新欢呢，迫不及待对世人宣布啊，我跟金光圣母是清白的。当然了，赵大爷自不会做出这般事来。变装的性情，那是在天涯阁特殊的氛围中才养成的，去了天庭之后又进一步解放天性。洪荒总体而言，炼气士们还都是很保守的，大部分新人去体验临时情节都会害羞的那种，龙族及部分妖族除外啊。与金光圣母之事了结，赵大爷应该就能够安心修行，静待封神大劫到来。老哥，李长寿笑道，你不如先去找另外一位当事者商量一番，将你如何担忧的，如何挂念的，都细数说给他听，与他开诚布公。此事不能只是咱们用力，若他不答应，反而只会起到反效果。赵公明眼前一亮，中气十足，大喊一声，当如此啊！老弟你且稍等，我去与金光师妹言说此事，再回来找你。言罢，赵公明驾着宝珠匆匆离开了，完全不给李长寿再多叮嘱几句的机会。哎呀，这老哥心急吃不了臭豆腐呀。李长寿这一句化身站起来，端着拂尘朝着前殿走去。在海神庙前殿与后堂的隔断间，寻找到了自己早先悬挂的太极画像。李长寿做道衣参拜，将正版乾坤尺与塔爷恭恭敬敬地捧到了岸上。